男朋友最穷那年，我跟他提了分手，后来他功成名就，用尽手段娶了我。所有人都说我是他的白月光，是他最疼爱的妻子。直到后来，他每晚带着不同的女人回家，伤透我的心，把我变成圈子里的笑话。而我不哭不闹，安静的住在书房里，从不打扰他的好事。他气疯了，低声质问我：“你不嫉妒吗？”他不知道我生病了，在他疯狂报复我的每一天，我都在默默倒数着我还能活多少天。和沈燕昭结婚的第3年，他包养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，女孩名叫周俏俏，长得清纯可爱，是沈燕昭很喜欢的类型。沈燕昭养她养了半年多，除了我，她是沈燕昭留在身边时间最长的女人。朋友劝我小心一点，他们都说沈燕昭对周俏俏好像动了真心。第一次见周俏俏是在我生日那天，我从早上就开始流鼻血，去医院做检查，医生说我大概只能活到明年春天了。我轻轻点头，小声说没关系，我不怕死，但是有点怕疼。听说有一种很贵的药能让我活得舒服一点，银行卡里的钱不够了，我就去沈燕昭的公司找他，正好碰见周俏俏也在，她刚毕业，在沈燕昭身边做秘书。沈燕昭正在开会，我坐在外面等。周俏俏一直盯着我，偷偷跟周围的同事说：“她就是老板的老婆啊，她好丑啊，干巴巴的，跟快死了一样。你们都说我长得像她，哪里像啊？我比她漂亮多了。”光亮的玻璃上照着我的倒影，是不好看，也是快要死了。同事拉了周俏俏一把，小声说：“你不知道老板有多爱她，你要是惹她不高兴，小心老板弄死你。”听说沈燕昭很爱我。周俏俏不服气的撇撇嘴，朝我翻了个白眼。她给我端来一杯茶，细声细气的问我：“萌萌姐，老板怎么舍得让你等这么久啊？好奇怪，以前我每次来找他的时候，不管他多忙，都会先来陪我。他说我是最重要的，我还以为他对别的女人也这么体贴呢。”我想了想，沈燕昭对周俏俏确实是不一样的。她身边的情人无数，她把他们当成和我赌气的工具，每晚带着不同的女人回家，一次又一次试探我的反应。沈燕昭从来不会跟他们纠缠很久，或许1-2天，或许10天半个月，她总是很快就玩腻了。唯独周俏俏，沈燕昭把她养在外面，陪她吃饭、逛街、看电影，他们就像一对平凡又恩爱的情侣。沈燕昭给她钱，也给她爱。我看着周俏俏，对她笑了笑，温柔地问她：“你这么重要，沈燕昭怎么舍得让你做见不得人的小三？你要好好劝劝她，早点跟我离婚，娶你回家。”不被爱的人才是小三，你才是那个多余的人。你不就是仗着比我早遇到沈先生几年吗？可是现在你又老又丑，你拿什么和我争？他同事大概是怕我生气，赶紧过来扯住他的胳膊，要拉他走开。其实我没关系的，我早就和自己说好了，不会为了沈燕昭生气，也不会为了沈燕昭难过，更不会为了他跟别的女人争风吃醋。他不配。周俏俏被人扯了一把，没站稳，跌倒在地上，摔碎了手里的茶杯，手掌被划出深深的伤口，流了一地的血。沈燕昭透过会议室的玻璃看到了受伤的沈俏俏，所有人都看着他甩下手里的文件，推门走过来，一把将周俏俏捞进怀里，冷冰冰的骂：“谁他妈把她弄伤的？”那个好心的同事倒退2步，吓得脸都白了。我冷笑说：“是我弄的，也是他活该。”是我活该。谁让我爱上了不该爱的人，被人骂我是小三，是情妇。可是沈先生，只要你也爱着我，我就要一辈子待在你身边，谁也不能把我和你分开。他哭得那么可爱，就连说出这么荒唐的话都显得勇敢又坚定。沈燕昭被他逗笑了，抬手抹掉他的眼泪。乖，都哭成小花猫了。他对他是真的不一样。我垂下眼皮，懒得再看，只对沈燕昭说：“今年生日我要50万。”说来好笑，我们是夫妻，却连彼此的联系方式都没有。除了要钱，我从来不会主动找他。结婚之前我们说好的，他要我的人，我要他的钱。沈燕昭一直恨我是个拜金女，可是从前只要我开口，不管多少钱，他都会给我，只多不少。唯独这一次，要钱可以，但是安梦，先低下你高贵的头，跟俏俏说句对不起。沈燕昭是要用200万买走我的自尊，给周俏俏买一句道歉。这是第一次，他为了别的女人拿钱羞辱我。我慢慢攥紧拳头，轻轻笑了，强忍着身体突然涌上的疼痛，转身就走。钱我不要了。我突然很好奇，沈燕昭，如果有一天你知道这些钱能让我活得久一点，你知道我死之前吃了多少苦，你会是什么表情？我一个人回了家，痛苦地蜷缩在被窝里，腾出一身冷汗，吃了点安眠药。我骗自己睡着了就不疼了。昏昏沉沉的，我做了个梦，梦到我20岁那年，沈燕昭很穷，但她很爱我。那年我过生日，路过一家咖啡店，看见一对情侣坐在玻璃窗前，女孩手里端着一块雪白的小蛋糕，看起来很精致，很好吃，也很贵。我还记得那天下着大雪，我捧着一小堆雪，对着沈燕昭笑：“阿燕，你看这堆雪像不像蛋糕？”沈燕昭咬了咬牙，伸手抱紧我，没让我看见她偷偷红了的眼眶。3天后，她抱着一个大蛋糕出现在我的宿舍楼下，买一整个蛋糕要258块，而她站在刮着风雪的街道上，发完3000张传单，只能挣到100块。我看着她的手指上生出的冻疮，没出息的哭出声：“燕昭，你的手可以用来读书，可以用来写字，唯独不能为了哄我开心，就去糟蹋它。”
根本就不配拥有这么昂贵的礼物。沈嫣昭皱起眉毛，立刻反驳我：安萌，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女孩，你配得上这世上所有的好东西。那一天，我哭着吃完整个蛋糕。过了很久，我已经记不清它的味道了，只知道那天以后，我好像就再也没有吃到过比它更好吃的蛋糕了。这一觉睡了很久，迷迷糊糊的，我听见手机在响，接起电话就听见沈嫣昭在那边喊我。我轻轻笑了，甜甜的叫她：阿燕，下大雪了，我想吃蛋糕。不等她说话，我翻了个身，又沉沉的睡了过去，一直睡到半夜，我被饿醒了，去客厅找吃的，才发现沈嫣昭居然回来了。她给周俏俏买了一个大房子，他们一起生活在那里。周俏俏会给她做饭，会哄她开心，会等她回家。沈嫣昭过得很好，她已经很久没回来了。她懒洋洋的靠着落地窗，嘴里咬着烟，直勾勾的盯着我。我垂着眼从她身边路过，被她一把拉住。安萌，怎么瘦了这么多？语气温柔，就好像她还很爱我。我愣了愣，使劲甩开她的手。她看了看自己空荡荡的手心，脸色慢慢冷了下去。等我走到餐桌旁，看见桌上摆着一个插满蜡烛的蛋糕，才知道原来那个电话不是我在做梦。我说我想吃蛋糕，沈嫣昭就买了回来，这算什么？求和吗？可是我已经快死了，我早就不需要一块蛋糕，也不需要沈嫣昭了。我抓起蛋糕就扔进了垃圾桶。沈嫣昭咬着后槽牙，伸手把我摁在墙上，恶狠狠地骂：你他妈耍我！我就是耍你，怎么了？我说想吃蛋糕，你就去买蛋糕，你怎么跟以前一样贱啊？我故意往他的心上捅刀子，他狠狠掐灭香烟，拽着我进了卧室，把我扔上了窗。沈嫣昭大概是气疯了，我害怕了。沈嫣昭，你王八蛋！你别碰我，我嫌你脏！你知不知道，你跟我说你想吃蛋糕，我有多高兴？然后你他妈把我当猴耍！他抬起头，双眼通红地盯着我，我忍住眼泪瞪了回去。沈嫣昭俯下身，离我越来越近，手机却突然响了起来，是周俏俏打来的。沈嫣昭顿了顿，还是接了起来。我听见周俏俏哭着问他：沈先生，你真的为了萌萌姐不要我了吗？你明明就是喜欢我的，我现在人在酒吧喝了很多酒，有个男人骚扰我，你快来接我回家好不好？安萌，求我留下，只要你求我，我就不走了。他好像忘了，很久以前我也曾放下尊严。沈嫣昭，我们能不能心平气和地谈一次？我们能不能不闹了？我们能不能好好在一起？你能不能对我好一点？安萌，你不配。这3个字一直扎在我的心上，直到今天，我终于能原话奉还。我拽住他的衣领，一字一句地说：沈嫣昭，你不配。沈嫣昭沉默片刻，忽然自嘲地笑了。他把电话拿到耳边，对周俏俏说：等我接你回家。没再看我一眼，他起身摔门走了。第二天，沈嫣昭为了周俏俏跟别的男人大打出手的照片就在圈子里传开了。这是第一次，他和别的女人的事闹得人尽皆知。家门口守着几个记者，我出门的时候被他们缠着问东问西。沈太太，请问关于沈先生和周俏俏的事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一个是婚内出轨的男人，另一个是知三当三的女人。你想听我说什么？可是我听说，当年你在沈先生最穷的时候，为了钱把他甩了。那个女孩追着我继续问。后来他飞黄腾达，你又用感情绑架他，用尽手段嫁给他。现在沈先生找到了真爱，他和俏俏郎才女貌，是你非要霸占沈太太的位置，还说别人是小三，你不觉得是你在欺负人吗？我停下脚步，一把抓起那个女孩胸前的工作证。她是个实习记者，工作证的卡包背面还装着南山大学的学生证。我平静地问她：你是周俏俏的朋友吧？当年沈嫣昭为了娶我不择手段，你以为我很想嫁给他？这事儿圈里的朋友都知道，你不知道？还是说你为了帮你的小姐妹小三上位，专门来给我泼脏水？她表情一变，慌张地抢走工作证。我和他确实是朋友，但我是个记者，说出的话都是客观公正的。如果你真的不愿意嫁给沈先生，那他爱上了别人，你为什么不跟他离婚？我笑了笑，正想说话，突然又开始流鼻血，样子很狼狈。有人笑话我。沈太太嘴里说不在乎，嫁给沈先生都是被逼的，怎么又着急上火，都流鼻血了呀？我伸出指尖抹掉落在嘴唇上的血，平静地说：我没上火，就是生病，快死了。最近总是流鼻血。人群突然就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不笑了，只有那个女孩继续说：装什么装？流个鼻血就开始装病装可怜？我真是看不惯你这种女人，为了抢男人，整天要死要活的。她说完，甩着马尾辫就走了。她的背影和周俏俏一样讨厌。我被记者围住采访的视频很快就上了热搜。沈嫣昭正面回复：永远都不会离婚，不要再去打扰我老婆。当天下午，周俏俏的那个记者朋友就被开除了。很多网友骂我：这个女的好恶心，她不想嫁就别嫁，搞得好像谁拿刀逼她嫁一样，装什么身不由己，还说她是沈老板的白月光呢。我看她就是个白莲花，沈老板那么维护她，我都嫉妒了。而且这女的以前为了钱甩了沈霸总，现在又为了钱嫁给沈霸总。突然有个网友插了句嘴：你们的嘴巴都给我放干净，不知道真相就他妈闭嘴。
所有人都开始追着问他真相是什么。这件事说起来其实挺俗的。那一年我妈得了绝症，医生说这种病的遗传概率非常大，不止我随时可能会重病缠身，如果我结婚生子，大概我的孩子也免不了得病的风险。我妈发病的那天流了一盆的鼻血，她失血过多，昏迷了3天。醒来以后，她说让我和沈燕昭分手。我呆呆地看着她，小声说：“妈妈，她不会嫌弃我的。”像是说给我妈听，也像是说给我自己听。妈知道他是个好孩子，你们俩从高中就开始谈恋爱，他每天早上骑着自行车在巷口等你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有一回我看见他买了一个肉夹馍给你当早餐吃，他兜里一共12块钱，一个肉夹馍10块钱，还剩2块钱买了2杯豆浆，他一杯你一杯。你那个时候又嘴馋又缺心眼儿，他骗你说他吃过了，你也信了，捧着肉夹馍吃得很满足。那时候小沈多可怜啊，爸爸妈妈离婚，没人要他，每个月就给他那么点生活费，活得像个孤儿一样。12块钱可能是他一天的生活费，他想都没想就全都花在了你身上。当时我就觉得我姑娘有福气，找了个这么好的男孩子，就是因为他太好了，妈才心疼他。那一年，沈燕昭的奶奶也生病住院，她跟着奶奶一起长大，感情很深。为了给奶奶治病，她每天忙得焦头烂额。我妈说沈燕昭的翅膀太单薄，背着奶奶再背着我，她就飞不起来了。我掐着手心，过了很久才颤抖着声音说了一句：“妈，我舍不得她。”10年前的事，现在想起来还是会心酸。我买了妈妈最爱吃的柿子，准备去墓地见她最后一面。我快死了，要跟她说一声，以后我就不来了。去之前，我先去了趟沈燕昭的公司，找她拿点东西。我妈还活着的时候，一直很喜欢沈燕昭。那年她还没生病，我和沈燕昭也还深爱着彼此。我妈去庙里拜佛，求了2个福娃，一个男孩，福娃里藏着沈燕昭的生日；一个女孩，福娃里藏着我的生日，保平安，保健康，保相爱的人能永远在一起。妈妈让我把福娃烧给沈燕昭，沈燕昭不要她的那只福娃，偏要拿走我的那只。她说她看到他就像看到我，她喜欢看到我。那只福娃到现在还放在沈燕昭的办公桌上，我怕等我死了，沈燕昭会像丢垃圾一样把它丢掉。那是妈妈买给我的，我得要回来，放在她的墓碑前，替我陪着她。我到公司的时候，沈燕昭正在看我早上的视频，视频里我流着鼻血，说自己快死了。看见我，他把手机扔到一边，什么也没说，什么也没问。我看着他办公桌上原本摆着福娃的地方空掉了，皱起眉头问他：“我的福娃呢？”周俏俏追着我过来，前2天我扎破了手心，沈先生很心疼，他说舍不得我受伤，就把那个福娃送给我了。他还说那个娃娃很像我，笨笨的，但是他很喜欢。萌萌姐，你说他是不是胡说？我这么漂亮，才不像那么丑的娃娃呢。我猛地攥紧拳头，狠狠瞪着沈燕昭，质问他：“你凭什么把我的东西送给别人？那是我妈给我求来的，你凭什么送给别人？”那个福娃是你的东西啊？抱歉，我忘了，还以为是什么不值钱的东西。不等他说完，我拿起桌上的烟灰缸就砸了过去。沈燕昭没有躲，水晶烟灰缸磕在他的额头上，磕出了血。你有病啊！为了一个破娃娃就打人。他转身跑了出去，很快回来，手里抓着我的福娃。他把福娃摔向我，冲我嚷着：“你的东西还给你，扔了都没人心疼的便宜货，你以为我稀罕吗？别发疯了，拿着你的东西赶紧走。”福娃掉在地上，摔得粉身碎骨。我看见我的名字和我的生日碎成了好几瓣，就像我的命一样，大概再也修不好了。我的脑袋嗡的一声，抬手甩了周俏俏一巴掌，疯了一样叫喊：“那是我妈妈的东西，我心疼，我会心疼。”话还没说完，眼泪就掉了下来。我伸手去扯周俏俏，却被沈燕昭攥住了手腕，拦了下来。我眼眶发热，死死盯着他，哭着哭着就笑了。我骂他：“你都知道我要死了，你还欺负我！沈燕昭，你真不是个东西。”先是蛋糕，又是要死，安萌，你他妈耍我很好玩吗？你不用哭给我看，我也不会再心疼你了。他的话还没说完，一滴血突然掉下来，砸在他的手背上，我又流鼻血了。这一次比从前更严重，我腿脚发软，浑身疼得站都站不住，直直地倒了下去。沈燕昭一把接住我，大喊着叫救护车。他无能为力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我的血越流越多，染红了他的衬衫。我昏迷着，听见沈燕昭在哭，一遍一遍地问：“为什么？为什么血止不住？别再流血了，安萌，求你别吓唬我。”我闻到了医院里消毒水的味道，我听见医生跟沈燕昭说：“本来他可以活到明年春天的，或者更久一点，可是他说他没钱了，不治了。现在他的病情已经控制不住了，没有继续治疗的必要了。”沈燕昭反问：“所以你是说我老婆快死了？”不等医生说话，他突然拔高声音，恶狠狠地骂：“我要我老婆活下去，你他妈能治就治，不能治就滚蛋！”
那一天，沈燕昭差点把病房给砸了。他找了无数的专家团队，他说不管花多少钱，都要让我活下去。可是绝症这种东西，不是有钱就能治好的。沈燕昭偏执，什么都听不进去。他要带我出院，带我去国外治疗。他有钱有权，在医院里胡闹，也没人敢拦着他。直到我最好的朋友林昭朝带着我的遗嘱出现。很早以前，我就立了公证，把我的一切都交给他来决定。我说，如果有一天我躺在床上不能动，不能吃也不能喝，就别折腾了，放手让我走吧。他知道的，我最怕疼。昭昭甩手就给了沈英昭一巴掌，指着他的鼻子骂：你钱多，你他妈早干嘛去了？这会儿耍威风，沈老板，晚了，来不及了，他要死了！你哪儿都别想带他去，我在哪儿，他就在哪儿。沈燕昭望着昭朝手里的遗嘱，愣在原地。过了很久，我才听见他带着哭腔，轻声说：林昭昭，让我带他走，算我求你。你相信我，他可以活下来，他可以的。他不会死的，他死了，我该怎么办？你这种铁石心肠的男人，离了谁都能活得很好。别在这里装深情了，恶心自己，也恶心别人。他推开沈燕昭，坐在床边，握着我的手，刚开口，眼泪就掉了下来。他问我，真的不想活了呀？他哭得我都跟着难过了，好想抬起手替他擦干眼泪，告诉他不用心疼我，我只是要去睡一个很长很长的好觉，睡着了就不疼了。你再醒来一次，好不好？是你说的，要好好说再见，离开了才不会留遗憾。你还没跟妈妈说再见，没跟我说再见，你怎么舍得？我的眼泪跟着他掉了下来。生命监测仪突然发出响声，医生赶紧让昭昭再多跟我说一些话。他说我有苏醒的迹象。那一天，昭昭抓着我的手，连水都不敢喝，一直在跟我说话。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，挺吓人的。我本来打算死了算了，被他这么一搞，我不醒来安慰他一下，都感觉很不合适。我努力和自己已经烂透的身体做斗争，直到半夜，终于睁开了眼睛。我醒来后的半个多月，昭昭寸步不离地守着我，他照顾我，照顾到走火入魔，喂我吃饭，陪我上厕所，差点连裤子都要帮我脱了。我心里着急，想赶紧好起来。再这么下去，林朝朝就要变态了。我趁他不在病房，试着自己去上厕所，没有人扶着，我走路也没问题吗？结果上完厕所出来的时候，腿突然一软，我就摔倒在地上，撞在洗手池上，磕得满脸是血。我挣扎着爬起来，不小心扯掉蒙在厕所镜子上的布，抬头看见一张可怕的脸。沈燕昭冲了进来，把我搂进怀里，不让我再看。我就去交个钱的功夫，林朝朝跑哪儿去了？真他妈没用！我推不开他，皱着眉头打断他的话，少在我面前说昭昭的坏话，我不爱听。沈燕昭闭上了嘴，没再说话。他找来好多纸巾给我擦脸，看着一片一片的血，他红了眼圈。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你生病了，你长着嘴是干嘛用的？你本来可以好起来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安猛，你干嘛自己逞强，闹成现在这样？我平静地说，因为我不需要你儿，所以你知不知道我生病对我而言不重要。其实我从来也没有刻意瞒着沈燕昭，我的体检单就放在桌上，低头就能看到的位置，可他没看过一眼。在我渐渐消瘦的那些日子里，周俏俏出现在他身边，沈燕昭为了他开始整晚的不回家，所以他看不到我无数次倒在地上，疼得死去活来。他转过身讽刺我，是啊，安猛，你多厉害啊，想甩了我就甩了我，想让我滚就让我滚。我知道你不需要我，不需要就不需要呗，可是我需要你啊。我没说话，闭上眼睛，假装自己睡着了。沈燕昭还不知道从前我为什么和他分手。那年他功成名就，回来找我说要娶我回家，我欠他一个好好的解释。我本来打算要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他，我想告诉他，分手的时候我说的那些难听的话都是骗他的，他很好，他配得上世界上最好的女孩，他们会拥有幸福的家庭。我把这些话反复背诵了无数遍，希望自己能笑着跟沈燕昭说一句，以后要过得幸福。没人知道我在黑夜里哭了多少次。我好遗憾，那个能陪他一辈子的女孩为什么不是我？梳理好情绪的那天，我想去找沈燕昭，他在会所谈生意，大概是没法好好聊一聊了。听他的声音有些醉了，挂断电话，我很担心，还是决定去一趟。我到了会所，只能挨个房间找他。等到我透过门上的玻璃找到他的时候，却只看见他怀里抱着一个女人。我推门就进，他回头看见我，一点也没有慌张。我忍住眼泪问他，沈燕昭，你耍我？他推开那个女人，带着一身的酒气靠近我，把我逼到墙角，抬手抹掉我的眼泪。本来是想耍你玩的，但是那天去你家看你过得那么可怜，又觉得心软。安猛，不如我真的娶你回家，怎么样？只是我不爱你了，所以你要乖一点，不许哭，不许闹。我的情人很多，如果你总是吃醋，
我会很烦的。听到沈延昭说他不爱我了，我的眼泪掉了下来。深吸一口气，我让自己努力保持冷静，轻声说：“沈延昭，我来找你，只是想告诉你，我不打算嫁给你。那年分手是因为我妈妈。”不等我话说完，他突然掐住我的下巴，恶狠狠地骂：“别他妈跟我提你妈妈！你不用把责任全都推到她的身上，你们母女两个一样爱钱，谁也不比谁好到哪里去。”他带着一身的酒气威胁我：“安梦，我说要娶你，不是在跟你商量，你最好感恩戴德的接受。”他说他不想听我解释，曾经我让他有多难过，他就要让我更难过，这样才算公平。我看着他的脸，忽然觉得好陌生。或许从前我和妈妈对他的好，真的只是一厢情愿。或许那一年我就该死死拽住他，让他牵肠挂肚，被贫穷的生活拖垮斗志。从前的我真是太傻了，傻到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可怜。他继续说：“听说林朝朝以前在会所干过陪人喝酒的活，还能找到一个不错的男朋友。你说，如果那个男的知道林朝朝以前是个陪酒女，还会不会要她？”我气得浑身发抖，抬手扇了沈延昭一巴掌，骂他是个混蛋。安梦，为了报复你，我还能干出更混蛋的事儿。不信的话，你可以试试。沈延昭心狠手辣，我不敢试，我怕毁了朝朝来之不易的好生活，只能劝自己，反正我是烂命一条，烂在哪里都是一样的，嫁就嫁吧。这一场报复持续了很久，就到沈延昭玩累了，想要跟我和好，可是我已经不爱他了。我把自己摔成了一个猪头，根本瞒不过朝朝的眼睛。他生了好大的气，之后的2天，不管我干什么，都要被他骂一顿。我被他骂哭了，蒙着被子嚷嚷：“你这个女的太能骂人了，就会欺负我。有本事你带我去找我妈，你绝对骂不过她。”朝朝好半天没说话，他摸了摸我的头发，温柔地哄我：“等你养好身体，我就带你去找妈妈，好不好？”我知道他在骗我，也知道我好不了了，但是我不舍得让他担心，就笑着点点头，说：“好。”我开始更加努力地恢复身体，大把大把地吃着药，打针打得我的手臂青一块紫一块。沈延昭在旁边看着，咬着牙摔门走了。夜里，我听见他在跟朝朝吵架。安梦想去看他妈，你听不懂吗？你让他去一次能怎么样？我看你就是盼着他早死！你个王八蛋！你现在活太久，耽误你那个小情人小三上位了是吧？我偷偷抹掉眼泪，恨自己活着活着就变成了一个累赘，让朝这么为难。我不再闹着要出看妈妈，精神却也慢慢萎靡了下去。我开始贪睡，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。我想是时候好好跟朝朝说再见了。或许是回光返照，接下来的几天，我的身体越来越疼，精神却越来越好。大概是听说我恢复的不错，周俏俏坐不住了，她趁着沈延昭不在来医院找我。朝朝一见她就骂：“我们这里婊子和狗禁止入内，你最好现在就滚，不然我打的你妈都不认识。”梦姐，我怀了沈先生的孩子，你都快死了，我求你做一次好人，把我孩子的爸爸还给我吧。她怀孕3个月，我也病了3个月。原来沈延昭嘴上说着需要我，转身就抱着别的女人醉生梦死。也是，他需要一个快死的女人干嘛呢？他只是在骗我呢。幸好我没有相信。周俏俏哭着伸手来扯我的胳膊，我实在没力气，差点被他拽下病床。朝朝护着我，被他抓出好几道伤口。忽然有人抓住周俏俏的头发，一把将她扯开。沈延昭咬着牙，恨不得吃了周俏俏，恶狠狠地骂：“我说没说过，你要是敢来招惹我老婆，我他妈就弄死你！”周俏俏的表情变了，正想说话，朝朝就拿起手边的枕头就砸在他们脸上，崩溃大喊：“带着这个贱人给我滚！”沈延昭拽着周俏俏走了，他说让我等他回来，听他解释。谁要等他，我根本就不在乎。朝朝低头看着我，小声问：“萌萌，没事吧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”我捂着胸口，装作很难过的样子，跟他撒娇，心好疼，要出去逛街才能好。他被我给气笑了，又觉得我最近状态不错，同意带我出门一趟。我买了个烤红薯，带上了他的小汽车。他有洁癖，从不让人在他的车上吃东西。我仗着自己是个病人，在他的车里大吃特吃。红薯的渣子掉在了座椅上，林朝朝咬着牙，假装自己没看见。我指挥他把车开到一家高档婚纱店，春天他就要结婚了，可我大概等不到了。我想看他穿婚纱，他也没问我为什么带他来这里，只是红着眼圈跟着我进了店。我给朝朝挑了件抹胸的绸缎婚纱，我的眼光不错，朝朝穿着婚纱特别漂亮，和他一起照了张合影，就像我还能送她嫁人一样。我问他要不要买下来，他白了我一眼，跟我说悄悄话：“买什么买，死贵，多拍2张照片得了。”我笑了笑，留下她自己在试衣间里臭美，出来悄悄付了钱。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女孩，她值得世界上最漂亮的婚纱。我忍着胸腔里残忍的疼痛，离开了婚纱店，打车去墓园看妈妈。朝朝啊，这次真的要说再见了，不开玩笑，不许哭。安萌死了以后，沈延昭总是在想，他签下遗体捐赠协议的时候，到底在想什么？他没想到拽走周俏俏的那一天，会是最后一次见到安萌。他
他开始后悔没有在当时就告诉他周俏俏确实怀孕了，但她怀的不是他的孩子。在酒吧的那天晚上，他喝多了，被人拖到厕所给捡尸了。等沈延昭赶到的时候，已经晚了。周俏俏是个卖惨的高手，他说他不会喝酒才会喝醉，如果不是沈延昭让他难过，他一辈子也不会遭遇这样的事情。沈延昭当然知道他在道德绑架，但是看着他哭得梨花带雨，他突然就想起了安萌，他心软了。他帮他把那个捡尸的人渣送进监狱，又给他钱让他去流产，但是再多的他给不了了。他一直以为周俏俏是个很乖的女孩，虽然脾气被他宠坏了，可好在很听话。他没想到他养了一条贪心的毒蛇，趁他不备，狠狠咬了他一口。他想安萌死的时候应该很恨他吧，他又想当初明明是他抛弃了他，他凭什么恨他？他在梦里一遍一遍地问安萌，你当初为什么要和我分手？其实你是爱我的，对吧？下一刻，林朝朝就把安萌护在身后，指着他的鼻子骂：“你他妈早干嘛去了？”他要说的时候你不听，人都死了，你又来问，你贱不贱啊？然后沈延昭就从梦里惊醒了，他不是怕林朝朝，他是怕听到安萌说他早就不爱他了，他的心脏开始出现问题，医生劝他不要太难过。他说没有，他挺平静的。他还开始养花了，家里的阳台上留着安萌养过的多肉，他发现的时候它们已经死光了。他听说多肉的生命很顽强，他要试试能不能把它们救活。晚上回家，他会蹲在那些多肉前面跟他们说说话。他曾经在某个阳光灿烂的下午看到过安萌就是这样做的，他抱着腿蹲在这里，回头看到他抱着别的女人回来了。沈延昭狠狠地甩了自己一巴掌，他开始篡改自己的记忆，记忆里安萌那些形单影只的身影里都添上了他的影子。他会紧紧抱着她，会轻轻吻着她，会永远永远陪着她。后来他在某次聚会上狠狠揍了一个背着老婆偷腥的渣男。你疯了吗？你自己不也是经常换身边的伴侣，凭什么指责我们？你有资格说这种话吗？他崩溃了，砸了会所的房间，说他们都在胡说，他明明最爱他的老婆了。直到大家翻出来他和周俏俏的接吻照，他愣住了，逃一样的离开了。他想他一定是被人给算计了，他得想想该怎么跟老婆解释，他可不想让他老婆生气，生气多伤身体啊。他赶回家，刚下电梯，却发现门口站着一个大着肚子的女人。这个女人他好像认识，就是刚刚照片上的那个。他心里泛起一阵害怕，这个女人是不是已经找过他老婆了？他是不是胡说八道，惹他老婆难过了？他抬手就扯住她的头发，把她拽进了楼梯间。他掐着她的脖子，看着鲜血染红的台阶。沈延昭笑了，正好，再也没有人能破坏他和安萌的感情了。2周以后，沈延昭被送进了精神病院，他的言行举止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，唯一奇怪的地方就是总是对着一只碎掉的福气娃娃叫老婆。那只娃娃已经很破了，胸前还缺了一块，像是少了一颗心脏。沈延昭总是把它放在床头，看着他笑。他问他：“老婆，你怎么还不来看我？阿燕很想你，你呢？你想我吗？”片刻后，他红了眼圈，喃喃自语：“我忘了，没有心的人是不懂想念的。”他突然想起来，他在很久以前就把安萌的心弄丢了。